响螺，这种比鲍参、赤肚更难得的贵价海鲜，被认为是潮州菜的经典。钟成全入行46年，在自己一手创办的酒家里，响螺是招牌菜。钟成全喜欢选用的本港海螺，最肥美的季节已经到来。当地人把广东汕尾到福建厦门一带称为本港，这里是南海与东海的交汇处，出产的响螺品质上佳。响螺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，无法人工养殖，汕头近海已捕捞不到，只能靠大船到福建一带深海拖网作业时偶然捕获，因此数量极少。邹楚平为钟成全的酒家供货已经有10几年，他深知钟成全的脾性。老钟叔呢，他对食材的要求的质量特严厉，也特认真。每年农历10月，邹楚平要亲自到福建东山岛检验响螺质量。响螺分为2种，外表圆润的被称为纹螺，棱形凸起的叫做带角响螺。同等大小的情况下，纹螺的肉更多，因而更受商家欢迎。响螺的珍贵不仅在于难以捕捞，更因为生长周期很长。你看这个年轮啊，1年、2年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大概还不到4斤。OK， 谢谢，走了。新货已到，钟成全要大显身手了。食用响螺的记载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，而现存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便是炭烧响螺。把响螺置于炭炉上，用调好的烧汁先给响螺冲洗一遍。仅凭听声、观色、嗅味来猜测螺肉在壳中的情况，烹饪难度极大。现在已经极少有人能用这种传统手法烹制响螺。有的不小心烧破了，以为老是放在一个地方，煮，等一下下面破了，没办法做了。哇，好香啊！不愧是名菜，这潮州人是怎么弄啊？螺壳里的烧汁被螺肉完全吸收，一股焦香散发出来，这是响螺成熟的标志。哇，太漂亮了！今天是成功了。钟成全必须马上趁热把螺肉横切成薄片，烧制成功的螺肉焦香浓郁，回味无穷。摆盘时必须把螺尾带上，潮汕人认为这样公平公正，不会短斤少两。响螺的另一种经典做法是白灼，将响螺外壳敲破取肉，把螺头、螺尾的外皮和硬韧部分切去，然后用滚刀法将整只螺肉片成相连的厚片，出肉率只有20%左右。在汕头呢，做厚片的响螺都是每一个就做一片了。我自己喜欢做的响螺是1斤5到1斤6一片，看起来更有豪气，吃的时候更有脆感。能最后来白灼的，大概是3两多吧。灼汤要用上汤，留存螺肉的甜味儿。灼好后，及时淋上滚烫的鸡油，封住水分，使肉质更加嫩滑。厚片响螺爽脆清甜，有嚼劲，适合年轻人享用。为了让更多人尝到响螺的滋味，还可以做成薄片。一个响螺肉切成5到6片，
对刀工要求极高。你的刀工不好呢，它片起来有纹路，这样就没有像锯子锯出来一样的纹路。白灼薄片响螺十分讲究火候，在上汤里翻滚10来秒便要取出，过火会使肉质变韧。薄片响螺嫩滑爽口，老少咸宜。原汁响螺也可以和肉类、药材等同炖，浓香之中带出海水味道，滋味醇厚。螺头等肉质较韧的部位，则搭配潮汕人喜欢的青橄榄煮汤，清润鲜甜。这同样是自古流传的烹饪技法。失古而不好古，钟成全从不拘泥在古代的世界中，酱香响螺就是他的创新。每到周六，钟成全就会约上当年一起学厨的同学聚一聚。今天是周六呢，是我们师兄弟呢约定的，在这里做几个菜，自己品尝，别把技术忘了。他们都是1949年后汕头官方举办的唯一一届潮菜厨师培训班的成员，相识46年，入行46年，他们扛起潮菜传承的脊梁。一大早，李家父子到自家乐菜基地开工。李进新最近辞去在广州做了10年的外贸工作，回家给父亲李雪壮帮忙。乐在本地话里是刺的意思。这种浑身长刺的植物，早在东汉《神农本草經》就有記載。冇嘢做嗰陣咧，就去村邊嗰度咧摘嗰啲辣菜，成日摘，不如攞翻去種啦咁樣。後尾就同我老豆講話，可唔可以種辣菜？跟住就種辣菜啦。20年前，李雪壮第一個把野生樂菜馴化成規模化種植的蔬菜。我哋喺清明前後嘅時候呢，我哋嘅辣菜呢比較嫩啲，到秋天嘅時候呢，佢成熟度比較快，所以我哋係用嚟齋茶，一年4季都可以食。走啦，好，下啦。李進新接手後，樂菜開始有了新變化。收工啦，阿姨。20公里外的盛塘村镇凹口村，狼叔的烧饼档准备开档。烧饼和乐菜一样，是恩平标志性传统美食之一。这条村子有30多户人家做烧饼，是远近闻名的烧饼村。但像狼叔一样用传统炭炉做烧饼的已寥寥無幾。李進新對這兩種老食物有了新想法。你過嚟啊！係，就算你蒸一萬幾得係嘛？唔係好理想啊，同埋啊。我打等你分嘅，你試下你分下隻人過嚟。好啊，你看你分下。同樣想堅持古法但追求新口味，兩人不謀而合，開始試驗樂菜燒餅。哦，差唔多啦，咁啊。試下人啊。糯米粉在陶缸里已經發酵近1周，撒上樂菜粉，搓揉面團，呈現出草綠色。狼叔做燒餅50年了，孫女兒從小耳濡目染，儘管只有8歲，但做起餅來駕輕就熟，亦是他的第3代傳人。狼叔的兒子們負責燒製，把做好的餅坯在鐵盤上均勻碼放，推進火爐上下2層木炭烘烤，讓餅皮迅速脫水，以中小火烘烤6-7分鐘即可出爐。炭爐燒烤出的樂菜燒餅內裡有汁，外皮焦香。李進新和狼叔做了鹹肉、陳皮、麥香等多種口味，這樣的新口味讓李進新充滿期待。
创新的乐菜烧饼香气四溢，很快吸引了一大波街坊。啊，要就感覺要起金啊，好嘅。咁兩個氣動啊！除了向传统食品要灵感，李进新钻研1年，制作出全新產品檸檬樂菜茶。新仔啊，但係之前咧整咗個成品俾我哋試過，係有苦味嘅。依家啲點解有冇苦味嘅咧？同埋一個品種嘅檸檬啫喎。依家咧，因為我依家咪叫你哋刮嗰陣咧，將嗰層連住個皮嗰層衣咧刮乾淨佢嘅，但係嗰層衣褲。原來嗰層衣褲啊。係啊，同埋呢個果質茶嗰陣咧質實啲，用啲力塞實嘅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到時烘乾咗之後咧，隻檸檬就會裂翻嚟，就唔靚仔噶啦。嗱，塞實啲佢。3天后，这批柠檬乐菜茶制成了。李进新邀请种了一辈子乐菜的父亲品尝。壮叔年轻时是做茶师傅，把乐菜做成茶叶，便是他的首创。哎，是。個味就比較香。但啲係省嘅可能會啱啱呢中意啲檸檬嘅香味，中意佢好開爽，有陣時呢就喺線上買，打算好吃。乐菜茶以柠檬为容器，乐菜的甘苦被柠檬的微酸中和，味道交融，相得益彰。按照國家香氣嗰種味道做味嚟講，係比較成功嘅。李家人把最常吃的乐菜玩出新花样。小妹笑云最喜欢做点心，她把新鲜乐菜打成汁，与椰子汁分别倒入蒸笼中，草绿与雪白层层交错铺开。哇，好靚啊！一份色香味俱全的乐菜椰汁糕就出炉了。妈子靓汤是老广餐桌的标配。妈妈把鲫鱼两面煎黄，放入汤包，最后加上乐菜，这就是恩平最常见的乐菜鲫鱼汤。以前常到东南亚工作的李进新偏爱当地菜式，冬阴功撒上乐菜嫩芽，颇有融通中外的架势。要还了，要还啊，要还。乐菜入口带苦，细品却甘，尖刺变得温顺，脆嫩干爽。野菜本是祖宗前辈果腹度日的无奈之舉，卻讓今天的李家富足安康。我只可能我感覺最成功嘅就係我做辣台能夠將佢3個細路仔讀書成功咁樣畢業。我覺得我自己比較中意做農業，會話係要靠呢樣嘢去揾幾多錢。我覺得就享受自己中意做嗰樣嘢就 OK 啦。在肇慶，也有一種渾身長刺的植物，學名芡實，因為品質出眾，被人冠上地名，稱為肇實。西江邊的沙浦鎮是肇實的核心產區。芒種剛過，種了20多年芡實的陳樹雄和兒子來到塘邊，給即將結籽兒的芡實施肥。此時的芡實正值花期，每朵花將會長成一個果包，花的數量和質量直接影響今年的收成。你睇夠唔夠肥呢？就睇佢嚿丸打唔打皺。呢皺紋唔大㗎，就唔夠肥就要補肥啦。拉翻正嗰先。
吸足养分的花儿，将静静地迎接年底的蜕变。立冬过后，芡实的叶子逐渐减少，花已不多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长满刺的果苞，像鸡头似的浮出水面，因此又被叫做鸡头米。陈树雄今天带着同村的芡实加工商陈满红查看结果情况。陈树雄判断今年产量不容乐观，他们决定割几个果苞试试品质。长满尖刺的外壳需要用刀剖开，把黑黝黝的果实放在烧热的瓦片上烘焙。水分慢慢收干，一股焦香味溢出。牙磕手掰，终于露出珍珠般光滑雪白的芡实种仁儿。刚烤熟的芡实既糯又香，烤久了则香脆可口。品質冇影響，都好有口感嘅喎。係好香喎，好感，好有柴火味啊！我哋細個嗰時冇乜零食食，就喺啲湖邊啊、啲涌氹咁啊，見有野生嘅摘幾個。我都第一次食啊，咁樣食。一般的芡實在果實成熟時就可以摘苞取果，但照實卻還得在水裡待上一段時間。農曆12月，芡實塘裡白茫茫一片，漂浮在水面的雞頭消失得無影無蹤。陳樹雄開始忙碌了。作業船在水面上巡迴，把帶殼的芡實從水底淤泥裡吸出，讓芡實成熟後自然脫落，沉於水下。浸泡時間越長，轉化出的澱粉越多，營養價值也隨之增加。這種方式俗稱水下熟。这是肇庆人对肇事深刻理解后形成的独特种植手法。在机械化采挖工具尚未出现之前，当地人用这种名为肇石捞的竹制工具打捞芡实，现在已经在市面上绝迹。在作业船到不了的犄角旮旯，陈树雄还是喜欢用这个古老的工具。一台機4至6畝，一個人做嘅做幾分田，機器快速就會容易打爆啲皮。潮實撈呢，相對嚟講損傷冇咁大。簡單清洗後，芡實需要日光暴曬。這個季節的沙浦鎮，家家戶戶都圍着芡實轉。經過1周晾曬，就可以破殼加工了。老街巷仿佛淹没在旧时光里，偶尔有老人用几十年前的手扎机，一颗一颗破开芡实壳。更多的是家庭小作坊，用上世纪80年代的机器，把芡实加工成各种形态的产品。陈满红的加工厂门前，刚收购的肇石铺展开来，享受阳光。这是肇庆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芡实加工厂。阿红花了半年时间，自己设计的生产线刚刚投入使用，效率将大大提高。2个月时间就可以将整个肇庆的肇石加工完毕。肇石产量极少，不到全国芡实产量的1%，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。肇石颗粒大，有明显的蟋蟀纹，呈红褐色，淀粉含量比一般芡实高，被称为水中人参。最常见的食法是煲汤，干品煮熟后似怒放的菊花，口感松化，汤色清白，味道清甜，有清热祛湿的功效。
收获季才能吃上的新鲜照食，与芋头、南瓜是最佳拍档。芋头和南瓜的绵软，衬托出照食的软糯活泼。饭后再来个番薯照食糖水，个大浑圆的照食像一颗颗小汤丸，弹牙可口。上菜啦，食飯食飯。忙完了收获季，阿红邀請了陳樹雄等種植戶到家裡聚餐。有心情嘅嚇，輸唔係大豐收，但係日價。係大家辛苦成年啦，日家又收完成啦，食多啲啦嗰餐，係嘛？大家好味喎喂。